嗨，大家好。上期说到查理芒格被誉为股神巴菲特的思维导师，那之后呢，我也尝试着阅读了这一本书。一开始觉得有一些枯燥，但是呢，在思考之后，觉得其实里面有很多道理，非常有用、有价值的。那巴菲特的成功呢，也确实体现了查理芒格他投资理念的价值所在。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穷查理宝典》这本书。书中关于生活方式投资理念有很多论述，过于纷繁复杂，有些观点呢比较抽象。那以下呢，我就总结了书中的几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个叫做 Lollapalooza 效应，那它是指呢由多种因素同时作用时产生的结果呀，这个结果它大于单一的因素作用的总和。这个术语呢最早是由查理芒格提出来的，它是用来描述呢当多个心理、社会、经济或生物学因素联合作用时，会产生极大的往往令人出乎意料的综合效果。在生活当中呢，Lollapalooza 效应可以在多种场景中观察得到。以下呢是一个例子，例如双11或者是黑色星期五这些购物类狂潮。每当这些传统的购物季开始的时候呢，通常会伴随着大规模的促销和折扣活动。这种现象呢是 Lollapalooza 效应中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其中多种因素呢共同作用，导致了人们的购物行为和热情远超平时。那心理因素呢，就是消费者受到了促销或折扣的强烈吸引，产生了一种抢购的心理和心态。那社会因素呢，就是由于大家都在讨论双11、黑色星期五这些折扣和购买计划的商品，这增加了社会性的购物压力，有种大家都在买都在抢购，然后你也会想去抢购的那种感觉。其次呢，就是经济因素。那折扣和特价优惠被视为节省资金的一种机会，然后使得消费者更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大量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稀缺性原理。那限时购物优惠呢，只此这一天或这几天，这个促销的策略呢，增强了商品的稀缺感，使得消费者担心错过了好机会。那饥饿营销往往也就是利用这种心理和心态。最后一个呢是羊群效应，见证他人排队和抢购，那消费者可能会不自觉的也会模仿这种行为，也会去排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排队，那我也去排队，那看看到底是在卖些什么东西。当这些因素联合在一起呢，就会产生一种超乎寻常的购物热潮。人们在这一天的购物数量和消费额可能远远超过平常的数量、平常的水平，甚至可能会导致一种非理性的消费，这就是 Lollapalooza 效应的体现。那这个效应对我们的投资能起到一些什么作用呢？那这只是一个铺垫呢，我们会留到后面再说。那接下来呢是查理芒格在生活和学习中非常注重的两个方法。那第一个呢非常重要，就是自学的重要性，而且他强调要终身学习和不断求知的态度。那芒格十分热爱读书，不断的阅读思考，对世界的认知呢也会不断的丰富，改变一直以来对事物固有的观念和想法。所以呢，芒格建议大家要多多读书。他曾经在书中说到，他这一辈子遇到的各行各业的聪明人，没有一天是不读书的。沃伦和他读的书之多，可能会让人感到吃惊。他的孩子们都笑他，觉得他是一本长着两条腿的书。其实作为个人，我非常的羡慕他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但由于我们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既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有很多朋友应酬，哪有那么多的功夫去读书看书呢？那或者即便是有时间看书呢，也会有人看不进去，就像我吧。那我天生呢就不是特别爱看书，我很羡慕人家一目十行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看书的方法就是听书。那现在有很多读书的 app 会提供听书的功能，那我会买一个不用太贵的降噪耳机，让在上下班的地铁里和公交车上听书。那另外呢，像我这种思想也比较容易开小差的人，哪怕是坐在电脑前面看 YouTube 视频，那我可能一边手上还在玩着手机。像我这种容易一心两用的人，我经常会把听书的功能打开，然后呢一边打扫卫生，然后一边听书，或者一边吃饭一边听书。我觉得这样子对我的效率还是蛮高的。第二点呢，就是多学科的学习。那这是对第一要点的一个衍生。大意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文科生，你可以适当的学习理科的知识，例如基础的生物学、工程学、金融编程呢。如果你是一个理科生呢，学习一些历史、心理学、艺术之类的，
比如学习心理学吧，你可以通过了解一个事物、一个现象的发生，它的背后人们的心态、大众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我们还常常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历史总是不断的轮回。那通过学习历史呢，也有利于我们去推导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要避免什么样的事情去发生。另外，在投资领域呢，学习数学、会计学，对于了解一家公司的财务信息呢，也是十分的有帮助。还有一些具体的某一类学科，例如当你购买的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股票时，适当的了解其背景知识，对于决策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例如你购买了特斯拉电动汽车的股票，可以了解锂电池相关的一些技术，又或者是现在在风口的 OpenAI 的 ChatGPT。考虑到以后生成 AI 对人类社会巨大的影响，大致了解一下 LLVM 这种大语言模型，也会对自己在选股方面提供一些数据分析。你是买 Google 的 Gemini 还是 ChatGPT？ 当然也有空头在看空生成 AI 领域，认为这是人们为了追求一时热度的心理所导致的。不过这又涉及到了心理学。对于决策方法呢，我从这本书当中总结了2个点。第一个是多元思维模型，也是查理芒格一直不断提到的这个。他是说，通过多学科的学习所获得的不同领域的知识，不同学科的模型来分析问题。上面提到 Lollapalooza 效应，便是多元思维模型的一个铺垫。那任何事物的结果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发展变化而来，都是多因素交织变化的结果。所以呢，针对这一现象呢，多元思维模型呢一直被芒格提出。这些模型帮助他更全面的理解和评估复杂的问题。芒格说过，对于手里拿锤子的人而言，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像钉子。这就是告诉你避免思维定式。例如一条鱼出现在你面前，那日本人可能会想着怎么把它做成一盘美味的刺身，那美国人可能会考虑把它放回大海里，那中国人可能会考虑是红烧还是麻辣。那如何避免自己成为那种拿着锤子看待事物的人呢？那这里呢就提倡要多学科学习，开启自己的多元思维模式。所以这条鱼呢既可以红烧，也可以养殖生鱼宝宝，也可以做成好喝的鱼汤或者是麻辣。在投资决策当中呢，运用多元思维模型也可以帮你从多个角度来分析。例如我们要买某一款电动车的股票，那通过经济学视角呢，分析这个电动车行业的市场趋势，它的增长潜力怎么样，经济周期呢对这个汽车行业的影响是怎么样的。那通过企业的视角呢，那分析这个所投的公司它的财务健康状况怎么样，它的收入、利润、现金流和债务的水平是什么样子的。通过估值指标呢，那我们来判断当前的这个股票它的估值是否合理，市盈率怎么样，市净率又是怎么样。那什么是市盈率，什么是市净率呢？市盈率 PE ratio 它是一种衡量股票价格与公司盈利能力之间关系的指标。它的计算方式是将公司的市值或股票价格除以其每股的收益。市盈率通常来判断一个股票是否被高估或者是低估。一个较高的市盈率可能意味着股票相对于其盈利被高估，而另一个较低的市盈率可能表明股票被低估。那市盈率又分为静态市盈率跟动态市盈率。静态的市盈率呢，根据过去的盈利计算，而动态的市盈率呢，是根据未来预测的盈利计算。市净率 PB ratio 它是衡量股票价格与公司净资产之间关系的一个比率，它是通过将公司的市值除以其净资产来计算的。市净率呢，可以用来评估股票的价格是否合理，相对于公司的净资产的价值。一般来说，市净率低于1可能表明股票被低估，而高于1呢，则可能表示股票呢被高估。当然，这只是2个简单的表述，其实要搞懂它要复杂的很多。好，我们话说回来，我们的多元思维模型，那接下来呢是通过技术创新视角，判断汽车在电动车技术方面是否有独特的创新，包括电池的效率、自动驾驶技术等。通过竞争视角呢，我们来分析该款汽车跟特斯拉或者是其他汽车等竞争对手的比较是否有优势。再者是通过市场份额的视角，分析该汽车在国内及全球市场的地位和增长潜力。
此外还有法律、政策、环境、国际贸易政策等等等等。最近还有不断需要考虑的 ESG 因素，例如社会环境因素，该企业是否有过度的压榨劳动力，劳动权益是否得到保障，劳工是否性别平等被对待。对环境的影响上面，电动车对减少碳排放和环境保护是否起到了贡献作用？因为在生产锂电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的。最后就是风险的管控视角，那该技术呢是否有风险，例如电池的安全性，以及生产锂电池过程当中对环境污染所遭到的环保部门的处罚，自动车驾驶的软件是否会出现故障，以及面临经济周期所伴随的衰退导致的消费萎靡等等。那对于决策的第二个点就是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要保持独立和客观的思考。在面对市场和生活当中的各种情况时呢，不要盲从和跟随他人。查理芒格他受到了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影响，特别是格雷厄姆他提到的市场先生的这个观念，他强调了投资者应该对市场波动保持一个客观的判断，而不是盲从跟随。市场被想象成一个日常来到你家门前报价买卖你的股份的一个人，这个市场先生呢，有时候情绪很稳定，报价挺合理的，有的时候呢情绪比较激动，那报价就不合常理。那查理芒格和沃伦巴菲特通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对多家公司呢进行投资时，他们经常就会利用市场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当市场低估某家公司的市值时呢，他们就尽可能的买入其股份。相反，当市场高估某一家公司的价值时呢，他们可能会考虑卖出或避免去购买它的股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许多投资者因为市场的波动和不确定性而恐慌抛售股票。与此同时呢，像芒格和巴菲特这样的投资者呢，他们是利用市场先生的非理性，寻找并购买那些被市场过度抛售、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的优质股票。针对于投资哲学呢，对于这本书我总结为以下2个点。第一点呢，就是长期的视角和价值驱动。那买股票呢，其实就是拥有某一家公司的股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算得上是股东啦，只是比较小而已。那我们以生活当中买房为例，假如一对夫妇正要考虑买他们的第一套房子，那在这个决策过程当中呢，可以看作是一种投资。那他们计划长期居住在这里，那所以更关注房子的质量、周围社区未来的发展，以及是否有长期的增值的潜力，而不是短期的价格波动。那选择房子呢，应该在预算范围之内提供最佳的价值，例如良好的排水系统、良好的学区呢，孩子上学呢是否方便，学校呢好不好，交通是否便利，那社区的环境怎么样？那这里的社区未来的发展以及长期的增值潜力呢，就体现了投资的这一个点，叫长期视角。而房子的质量，它的排水系统是否是良好的学区房呢？社区环境是怎么样的呢？这些都体现在价值驱动的方面。选股票呢，其实也是一样的。这家公司呢，是否可以预见有长期的增长与回报？例如苹果公司的股票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一直都是不断成长的。然后是这家公司是否是一家好公司，是否有很深的护城河， ESG 是否做得到位。第二点是对于风险的把控和管理。那这个时候呢，视角就是从被投资的目标转移到了投资人自己身上了。我们依旧拿买房举例，那这对夫妇在决定购房的时候，他们会考虑到总收入、储蓄、债务的状况和未来收入的稳定性，不想自己在上班上的好好的突然被裁员了，卷铺盖走人了，以确保购房以后呢依旧有足够的财务做缓冲。对于市场风险的分析，房地产的市场趋势，避免在市场高点购买，同时也要考虑经济衰退等外部因素对房价的影响。还有就是利率风险，如果选择贷款购房，他们可能会考虑有不同的贷款利率是多少。例如日本的贷款利率就很低，根据条件的不同，从 0.5 到2个点不等。那在这种风险管控的思维模式下，其实也是一样的。购买股票时呢，也要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现在是不是市场的高点？大环境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如果跌了的话，那我是否还有足够的现金流去抄底？虽然很羡慕孙正义那样可以肆无忌惮的 all in。查理芒格曾经说过，
购买股价公道的伟大企业比购买股票超低的普通企业好，因为看上的并不是该只股票的一时的涨跌，而是它的长期内在的价值。所以现在才理解为什么巴菲特他重仓苹果和可口可乐，而从长期的价值来看，这两家真是好公司啊。那以上呢就是对书中的一些内容的归纳和总结。书里呢其实还给大家推荐了许多非常重要有价值的书籍。芒格说他非常爱看书，我给大家推荐几本书中推荐的书。那书中呢推荐了很多书，但由于视频时长的限定呢，我在这边总结了8本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书。第一本呢叫做《深奥的简洁》，它是剑桥大学天文学博士约翰·格里宾所著，是一本解释复杂科学理论的普及科学书籍，旨在向广大读者展示了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科学的魅力和重要性，通过生动的例子呢和简洁易懂的语言，引导读者来理解这些看似复杂的科学概念。第二本呢叫做《诚信的背后：华尔街圈钱的真相》 Fiasco: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Wall Street Trader， 是一本由 Franklin Partnoy撰写的书。这本书呢讲述了他在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华尔街机构的亲身经历，他揭示了作为一名交易员和销售人员在这些金融巨头中工作的一些内幕。第三本书《影响力 Influence: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是由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撰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呢详细讨论了影响和说服力的心理学原理，成为了在商业和心理学领域广泛受到推崇的作品。那这不仅仅只是一本理论书籍啊，西奥迪尼通过实际案例和研究来支持每一个原则，其内容呢既实用又易于理解。这本书还被广泛的用于营销、广告、心理学、谈判和日常交流等多个领域。那第四本呢叫做《聪明的投资者》，是本杰明·格雷厄姆撰写，这是芒格经常提到的一本书。这不仅仅是投资入门的必读书籍，也是所有投资者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回顾的经典之作。它对无数的投资者，包括沃伦·巴菲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查理·芒格认为书中的部分理论和他的理念有所不同，但大部分内容都是投资概念的经典。第五本书《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是由著名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1976年出版的一部科普书籍，因为其新颖的观点呢和直白的阐述方式呢广受欢迎，对公众理解进化论和生物学呢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本书里面提出的一些理论呢会颠覆你的既定认知，我觉得是一本能够让你突破思维定式的一本书。第六本书呢是洛克菲勒传，这本书呢详细的描述了洛克菲勒如何从一个普通人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巨头之一。最后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啦。那虽然这本书我在上学的时候历史老师就一直不停的讲过，但我一次都没有看过，并不是因为不想看。当我在图书馆里面看到像辞海那么厚的《国富论》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是有点颤抖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对书中大部分内容的一个总结。看了一下进度条，是不是觉得还有点不对？针对芒格的至理名言呢，我也当查找了一些资料。查理·芒格呢经常会在年会上发表演讲，其中不少语言呢也十分的发人深省。那不得不说呢，芒格的思想真的很深刻，以至于他说的很多话其实我都没懂。以下呢是我收集了他说的一些我觉得很有意义，我能听得懂的一些话。第一个，你的思想会欺骗你，最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对自己的观点要提高警惕。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女生在吃饭的时候呢有聊天，我就谈起呢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某件事情，然后她就眼睛睁得很大，很诧异地看着我说，那为什么你们男生也会用小红书呢？那显然在她的世界里小红书呢只会推送一些美妆啊、服饰穿搭，那这种信息茧房呢渐渐地会加固她的这种思维的定式。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或多或少有这种思维定式，那我有的时候呢就会猛然地意识到自己的一些思维定式，告诉自己呢这样想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我要突破它。而解决它的好办法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多与人去沟通交流，然后从多个视角去看问题。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看待事物的视角真的很独到，就和自己的一直以来的想法都不一样，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会对自己有一个提升。查理的第二句名言，
千万别陷入受害者的情绪走不出来，总觉得都是别人的错。这种思维方式呢，非常的害人。你一直这么想，最后别人都不愿意和你沾边了。你不应该这么想。你有没有在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之后有委屈的想法呢？一定要乐观，千万不要陷进去，这样对自己还是周围人都不好。第3句，想问题的时候呢，既要考虑到在我之上的人看到的是什么，也要考虑到在我之下的人看到的是什么。对于这句话呢，我的理解就是做人既不要妄自菲薄，同时呢也要保持谦虚谨慎。第4句名言是，我只能给你们一条建议了，降低预期，努力把它实现，知足常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乍听起来不是那么回事，但实际上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认为大致就是说，做事不要好高骛远，要给自己一个适合的目标，可行的方案，少去想，多去做。第5句是，长期来看，能够延迟满足的人会活得更好。延迟满足呢，这种东西是天生的，这已经在心理学研究中呢得到了证明。如果你很冲动，不立刻得到满足就不行，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估计你这辈子过不好了，我没有办法把你掰过来。那接下来的第6句名言呢，跟第5句说的是一个道理。如果你有些延迟满足的天分，而且能够培养这个天分，你已经走在了通往成功和幸福的路上。总是要立刻得到满足，只能走上死路，还可能染上疾病。那之前有过一个很有名的糖果实验，说的就是延迟满足的重要性啊。那在那些能够延迟满足、抵制诱惑、不吃糖果的孩子呢，那成年之后他们的生活境遇往往要比那些不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他们的成年生活要好得很多。第7句话是，一个难题我解决不了的，我会拉一条警戒线，让问题根本就别想钻进来。大概意思是说，不要让那些超出你能力范围的难题为难你，好好的生活。我记得《认知觉醒》这本书中有类似的说法，意思是说，如果一件事情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能够非常轻松的解决它，那你别去做它。那如果一件事情超级的困难，严重的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你也别去做它。而你要做的就是在你的能力范围边界的那种，需要一定努力才能达到的事情，就是踮踮脚努把力就能完成的事情，那你去做它。当你完成它之后，你便会得到成长。第8句是，谁都必然有错过机会的时候，这是注定的。我始终认为，改变不了的事就别太纠结，牢骚满腹、怨天怨地是人生的大忌。第9句，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没有不每天读书的，没有，一个都没有。第10句，对于手拿锤子的人而言，世间所有的问题看起来都像钉子。以上是我看得懂的并认可的一些名言，当然也有不少我看不懂的，还有难得看懂但觉得不太适用的。就比如芒格提倡自我否定，不过在东亚文化圈当中比较强调谦虚和内敛，自我否定的文化其实占据了很大部分人的内心。我不太认同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帮助，相反，这只会让我们更加的内耗。我很能理解芒格为什么要提出这样子的建议，毕竟这源自于他的生活环境。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文化相对而言比较提倡自我自信。好了，以上是这一期节目的内容。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书籍，对建立多元思维模型有帮助，或有想说的话，可以在下方评论栏和大家一起分享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